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涯神帖。在这片广阔的网络世界中，总有一些贴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，成为了无数网友心中的经典。天涯神帖带您一同探索这些隽永的文字，感受智慧的闪耀与思维的碰撞。我们的频道致力于搜罗和解读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和讨论度的神帖，从幽默风趣的调侃到发人深省的故事，每一篇神帖都在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和思想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内容，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轻松与启蒙。今天与您分享的神帖内容是破译三大经典人性操控术。道德操控术。不少人喜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幌子，通过道德操控来满足私欲。这种方式往往难以识破，人们甚至会觉得对方真的是为了自己好，从而陷入自我反思，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问题。其实这正是对方的圈套。19岁那年，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交往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性格不合，便萌生了分手的念头。然而我父亲极力反对，还要我和她订婚。他说，人家姑娘对你多好啊，你还不知足，这么用心的人你都不要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爸是过来人，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听完这些话，我一时懵了，开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太绝情，是否不懂得珍惜。最终我同意了订婚。很快村里就摆了订婚酒，甚至连结婚的日子都定了。可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两个人性格不合，分手有什么错呢？父亲真的是为我好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看重的是对方要的彩礼少，可以帮他省钱，儿子结婚早，父母脸上也有光。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，而差点毁了我的一生幸福。最终我冷静地提出分手，父亲又对我一顿道德绑架，但我已经看穿了他的伎俩，坚持分手。他见无计可施，终于说了实话，人家彩礼要这么少，你还要分手，以后去哪找这样的？要是找个要高彩礼的，你自己想办法，家里没那么多钱。原形毕露了。我笑了笑说，放心吧，我准备打光棍，一分钱都不用你花。很多父母亲戚擅长使用道德操控术，他们说什么你要早点结婚，别挑，晚了不好找了，爸妈都是为你好。其实本质是你不结婚，我们多没面子啊。又比如别创业，创业风险大，投那么多钱，到时亏了怎么办？还是留在公司好好上班，别瞎折腾，哥都是为了你好。本质是你别创业，万一亏了还得找我借钱。那些打着道德幌子的，基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来操控你。虽然有关心你的成分，但放在第一位的必然是自己的利益。你如果完全相信他们，最终耽误的只会是你自己的人生。标签操控术。人是不能被直接说服的，他们只能自我说服。只要找到一个人的操控按钮，就能操控他。想让别人产生某种行为，就给他贴上相应的标签，他就会慢慢变成那个标签所描述的人。在一个教堂，所有祈祷的人都走了，只剩一个小女孩。神父问她，你爸爸妈妈呢？小女孩流着泪说，父母出车祸去世了。神父停顿了一下，说，看来你是神的孩子。后来这个小女孩成了知名作家，她在书里提到，是神父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。这就是标签的力量。比如你特别希望妻子每天做美味的菜肴，那你就要每天称她为厨神。无论她做的菜如何，你都要拼命夸，还要拍照拍视频发给亲戚朋友，称赞她是厨神。她越听越得意，接下来你就等着口福吧。老板也要懂得给员工贴标签，在公司里多树立几个模范标本，好人好事之星、业绩能手之星、服务满意之星等等，然后把这些标杆的照片挂在墙上。接下来你就会发现，这些上墙的人干起活来都会拼命。一人越小气，
你越说他大方；孩子越不爱学习，你越说他特别爱学习，而且要当着他的面，在亲戚朋友面前说，到处传播。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表演，越有掌声，表演的越卖力，没有掌声也就懒得演了。情感操控术。早些年，我有2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其中一个我们叫他大哥。后来这个大哥向另一个朋友借了一笔钱，隔了2、3年都没还。我问朋友，为什么不向大哥要钱？朋友说，大哥把我当亲弟弟一样，我要是向他要钱，显得我多小气啊。这就是典型的情感操控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搞称兄道弟的事。搞这种事的人，你都要小心。只要讲了情，就没法讲钱了。刘邦、刘备、宋江都是情感操控术的高手。不用真感情的，就是操控方；用了真感情的，就是被操控方。2. 只跟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谈感情，一旦利益停止，感情立刻结束。做不到这2点的话，就不要玩情感操控术，否则你自己就会变成被操控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您加订阅并按赞、评论、转发。天涯神贴，让我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中探索那些不容错过的精彩时刻。愿这些网络中的瑰宝成为您生活中的一盏明灯，照亮前进的道路。